苏清雪眼睛一亮，小时候她最喜欢玩这个，因为每一次她都能拿出最新款的游戏机、限量版的明星卡片，或者爸妈偷偷给她买的新裙子，把我杀得片甲不留。而我只能拿出那些无关痛痒的廉价的爱。行啊，谁怕谁？他一拍沙发，下巴微微扬起，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你先来。我看着他，看着这张和我有着7分相似的脸，心里酝酿着那句准备了很久的话。我想用一种最轻松的方式说出来，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我有一个只剩下不到半年时间的生日。这句话卡在喉咙里，像一颗生锈的钉子，还没来得及敲出来，苏清雪已经得意洋洋地开了口，抢走了我所有的话语权。我先来。他像个抢到糖果的孩子，迫不及待地炫耀。我有一套在市中心黄金地段140平，全款付清，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房子。你有吗？说着，他真的从茶几下面的抽屉里摸出一个厚厚的文件袋，从里面抽出一本暗红色的房产证，像甩出一张王炸一样摔在我面前的玻璃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房产证上权利人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印着3个字苏清雪，地址是我们住了10年的地方。这套房子爸妈当年说是为了方便我上大学才买的，因为离我的学校只有3站地铁。我一直天真的以为这是我们一家4口的家，是我永远的港湾。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干涩的几乎发不出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碎片。苏清雪看着我震惊到失语的样子，笑得更加得意了，那笑容像一把催了毒的匕首。怎么回事？就是爸妈买给我的，在你上大学那年就买了，直接写的我的名字。他们说等你以后娶了媳妇，这里就是我的单身公寓。我的单身公寓，我娶媳妇。所以从我18岁成年那天起，在这个我以为是我的家里，我就已经成了外人，一个未来会带着媳妇离开的暂住的客人。不可能，我喃喃自语，像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爸妈明明最疼我，疼你。苏清雪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她弯下腰，从那个文件袋里又抽出几份文件，一份份在我面前摊开，像在展示她的战利品。哥，你醒醒吧，看看这些，我爸的50万理财，受益人是我妈那辆新买的车挂在我名下，还有家里所有的保险，最终受益人全都是我。苏清雪，你有吗？每一份白纸黑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在我那颗早已被癌细胞侵蚀的心上划开一道道更深、更血淋淋的口子。我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瞬间抽干了，眼前一阵发黑，瘫倒在沙发上，连呼吸都带着刺痛。苏清雪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心满意足地收起了那些文件，语气里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炫耀和残忍。哥，爸妈是疼你，但那种疼是给你买个新游戏机，是给你多点零花钱的疼，是那种不值钱的口头上的疼。她站起身，居高下地看着我，像个宣布最终胜利的女王，给我这场持续了21年的骗局画上了一个句号。而我才是这个家唯一的继承人，所以别玩了，你输了，从小到大你都赢不了我。他转身回了房间，留下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客厅里。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已经全黑了，没有开灯的房间里，我被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黑暗包裹着。我摸了摸口袋里那张诊断书，它变得滚烫，像一块刚刚从火里取出的烙铁，要把我的皮肤、我的血肉都烫穿。原来我所以为的爱不过是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那一晚我彻夜未眠，苏清雪的话和那些冰冷的白纸黑字像一部无限循环的黑白默片，在我脑海里疯狂播放，每一个镜头都是对我过去21年人生的无情嘲讽。我想起小时候，苏清雪打碎了爸爸最喜欢的那套紫砂茶具，我怕他挨打，主动站出来替他顶罪。爸爸罚我面壁思过，但晚上却偷偷溜进我房间，给我做了一盘我最爱吃的可乐鸡翅，还摸着我的头说爸爸知道我们家10号最懂事，是爸爸的好儿子。现在想来，那盘鸡翅的味道是那么的讽刺，他是在奖励我的懂事，奖励我心甘情愿的为妹妹背锅，奖励我未来也会同样懂事的让出一切。我想起高中时，为了买一双限量版球鞋和爸妈大吵一架，冷战了2天，最后还是他们妥协了。妈妈一边把钱塞给我，一边叹着气说男孩子富养就富养吧，别让他在外面受了委屈，被人看不起。那双鞋我到现在还珍藏着，每次穿都小心翼翼。原来那不是爱，只是为了堵住我的嘴，为了让我对这个家、对他们的偏爱深信不疑。我想起上大学后，爸妈每个月雷打不动给我3000块的生活费，却只给在本地读高中的苏清雪1000块。我曾经还为此沾沾自喜，甚至对苏清雪产生了一丝愧疚，觉得是自己抢走了属于她的那份，多么可笑！他们用这些小恩小惠，这些看似偏爱的细节，麻痹了我，让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享受着一个虚假的国王的宝座。而那2个人则在暗地里早已为苏清雪铺好了康庄大道，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从我的人生里偷走的。我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还傻乎乎的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子。第二天一早，我顶着2个浓重的黑眼圈下床，眼睛干涩的像撒了沙子。苏清雪已经坐在餐桌前吃早饭了，牛奶和面包的香气让我一阵反胃。看到我，她吹了声口哨，哥，昨晚没睡好啊，是不是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到了？我没有理会她的嘲讽，径直走到她面前，声音沙哑的像一盘被磨坏的磁带。我只问你一件事，爸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苏清雪喝了一口牛奶，嘴角沾上了一圈白色的奶渍，她慢悠悠地用纸巾擦掉，这有什么为什么的？你是儿子，以后总要娶媳妇的，有了自己的小家，心就向着外人了。我是女儿，是要继承家业，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家产不给我给谁？他说的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天经地义，仿佛在阐述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的心一点点沉到了冰冷的谷底。所以你们一家3口就这么瞒着我一个人？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的肉里，那点疼痛让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苏清雪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她避开我的眼神，声音小了一些。什么叫你们一家3口？你也是这个家的人啊，是吗？我冷笑一声，笑声里带着
哭腔。那你们建的那个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为什么没有我？这句话是我昨天晚上在他回房后，无意中从他没锁屏的手机上看到的。那个温馨的群名像一根毒刺，扎得我眼睛生疼。群里我爸妈的头像正在活跃的闪动，讨论着晚上要去哪家餐厅吃饭。苏清雪的脸色瞬间变了，她大概没想到我连这个都知道。那是因为你上大学住校，学业忙，怕打扰你学习。她结结巴巴的解释，眼神飘忽，多么蹩脚又可笑的理由。我不想再听她任何一句狡辩，每一个字都像在凌迟我的神经。我转身准备上楼，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的剧痛起来，我没忍住，猛地冲进卫生间，对着马桶吐了出来。吐出来的是酸涩的胆汁和星星点点的温热的铁锈味液体。我趴在马桶上，浑身虚汗，狼狈不堪，感觉五脏六腑都错了位。苏清雪站在门口，看着我这个样子，眼神有些复杂。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语气里带着一丝她惯有的刻薄的嘲讽。怎么受不了打击，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我告诉你，没用，这个家的一切你都别想拿到。我用冷水漱了漱口，抬起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看着她。苏清雪，如果我快死了，你会不会有一点点难过？她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问出这种问题，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过了几秒，她才撇了撇嘴，像是在掩饰什么，硬邦邦地说道：“你别咒自己，有病就去看医生。”说完，她转身走了。我听到她回房时重重摔上门的声音，我扶着冰冷的墙壁，慢慢站起来，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嘴角还沾着水渍的自己，突然觉得很可笑。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期待这个被父母用偏爱和利益喂养成自私模样的妹妹，能对我施舍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吗？我错了，在这个家里，我早就一无所有了，连那份自以为是的亲情都是假的。我开始疯狂地寻找证据，像一个疯子。我想知道这场弥天大骗局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爸妈的房间没有锁，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听话、懂事、不会越界的好儿子。我像个幽灵一样潜进去，空气里还残留着我妈的香水味，让我感到一阵窒息。我开始翻箱倒柜，在爸爸的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我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记事本。锁很简单，我用一根掰直的回形针轻易就捅开了，那声清脆的咔嗒声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记事本的扉页上用一行刚劲有力的字写着：“写给我的宝贝女儿清雪。”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像是被浸入了冬日的冰湖。我颤抖着手翻开了第一页，日期是11年前，我10岁，苏清雪7岁。今天10号又为了清雪顶罪了，这孩子真是傻得让人心疼。不过也好，从小让他习惯多为妹妹付出，以后才不会跟妹妹争家产。儿子终究会娶媳妇，心思都在小家庭上，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是自己的根。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刻凝固，手脚冰凉。我一页一页的往下翻，每一页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的、精准的扎进我的心脏，搅碎我所有的认知。清雪的成绩不好，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好点的补习班。10号的成绩倒是不用担心，以后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也能帮衬一下妹妹。养儿子也算是一笔长期投资了。给10号买了个新手机，他高兴坏了。小伙子就是好火，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清雪看见了有点不高兴，我私下跟他说，以后家里的房子车子都是他的，他才开心起来。女儿的心可不能寒了。10号报了外地的大学，也好，离家远一点，心也就远一点了。我们偷偷用他的名义申请了助学贷款，这笔钱正好给清雪换台新电脑，他反正也不知道，毕业了让他自己慢慢还吧。男孩子多吃点苦头是好事，今天去把房产证办下来了，直接写了清雪的名字。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我和他妈都觉得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至于10号，以后给他准备一份过得去的彩礼，也就算仁至义尽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把记事本重重的合上，发出啪的一声巨响，像是我理智断裂的声音。原来我引以为傲的大学生活，是在背负着一笔我根本不知道的贷款中度过的。原来我每一次因为得到比妹妹更多的东西而感到的窃喜和愧疚，都是他们精心设计好的圈套，是我自作多情的独角戏。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从来不是儿子，只是一笔可以帮衬女儿的长期投资，一个以后要娶进媳妇、泼出去水的外人。可笑，真是太可笑了。我趴在冰冷的地板上，眼泪汹涌而出，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巨大的悲伤和愤怒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只能像一条被扔上岸的濒死的鱼一样，张着嘴，无声的抽搐，大口的呼吸着这充满谎言的空气。我以为我拥有全世界最完美的家庭，最爱我的父母，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一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丑。21年的亲情瞬间崩塌，碎得连一片完整的瓦砾都找不到。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直到胃部的剧痛再次排山倒海般袭来，疼得我蜷缩成一团，冷汗瞬间湿透了衣背。我摸出背包里的诊断书，看着上面胃癌晚期4个黑色的大字，突然疯了似的笑了起来，笑声嘶哑又绝望。真好啊，这样也好，反正也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期待我活下去。这个冰冷虚假的世界，我也不想再待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伴随着我妈熟悉的说话声。我爸妈竟然提前回来了。我擦干眼泪，用手被胡乱抹去脸上的狼藉，拿着那本决定我命运的记事本，一步一步像个走向刑场的囚犯走下楼。我爸妈正和苏清雪在客厅里说话，看到我爸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油纸包。10号回来了，这次出差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酱肘，快来尝尝。他笑得一脸慈爱，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仿佛真的是那个全心全意爱着我的父亲。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笑脸，只觉得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我没有接他手里的食物，而是将那本记事本狠狠地摔在了他面前的茶几上。这是什么？我冷冷地问，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我爸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看到那本记事本，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我妈也皱起了眉头，走过来拿起记事本翻了翻，脸色越来越沉，最后铁青一片。苏清雪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抱着手臂在旁边看好戏。
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你偷看我日记？我爸的声音有些发颤，带着一丝被戳穿的恼羞成怒。偷看？我笑出了声，眼泪却不受控制的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如果我不看，是不是就要被你们这一家子骗一辈子？是不是要到我死的那一天，都还以为自己活在幸福里？什么骗不骗的，说的那么难听。我妈把记事本重重的拍在桌上，厉声喝道：“10号，有你这么跟父母说话的吗？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就是让你来质问我们的。养我长大，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养我长大，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们的宝贝女儿当垫脚石。养我长大，就是为了偷偷用我的名义贷款，好给她买新电脑。养我长大，就是为了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她，然后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几乎是嘶吼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血和泪，控诉着这21年的不公。我爸的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我妈的脸长得通红，她大概没想到，一向乖巧懂事的我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从小到大，吃的穿的，哪样缺了你的？你妹妹有的，你哪样没有？甚至你有的，你妹妹都没有。我们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你，把家产给你妹妹，这不公平吗？公平？多么可笑的公平！用虚无缥缈的爱来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用几句口头的夸奖来抵消我本该拥有的一切，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公平。我不需要你们的偏爱。”我哭着喊道：“我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不会算计我，不会把我当外人的家，你们懂吗？”胃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像有无数把小刀在里面疯狂搅动，我疼得弯下了腰，额头上全是细密的冷汗。够了！我妈见我还在胡搅蛮缠，彻底被激怒了，她扬起手，一巴掌狠狠地扇在我脸上，啪的一声脆响，整个客厅都安静了。我的脸火辣辣的疼，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愤怒而面目狰狞的女人。这是21年来她第一次动手打我，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我妈怒不可遏地吼道：“为了点钱，连父母都顶撞，我们真是白养你了。”我爸也回过神来，他没有来扶我，反而指着我的肚子，用一种尖利的声音叫道：“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外面为了哪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急着要钱去填窟窿？”我愣住了，我看着他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无比陌生和荒唐。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贪图钱财的白眼狼，还是个为了女人惹是生非的坏小子。我的身体状况，我的痛苦，在他们看来，只是我为了要钱而撒的谎，是我私生活混乱的证据。心在这一刻彻底死了，碎成了粉末，被风一吹就散了。我缓缓地挺直了背，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我生病了，很严重的病。又装，我爸根本不信，他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冲过来，开始粗暴地翻我的口袋，嘴里还骂着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欠钱了。我妈在一旁冷眼看着，苏清雪也只是皱着眉，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我拼命的反抗，胃里的剧痛让我几乎要昏厥过去。混乱中，我不知道被谁狠狠推了一把，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茶几坚硬的尖角上，一股温热的铁锈味液体瞬间涌了出来，顺着我的脖子流下。世界在我眼前天旋地转，所有的声音都离我远去，最后一切都陷入了一片无尽的黑暗。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后脑勺的伤口已经凝固了，头发和液体粘在一起，又干又硬，像一块恶心的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竟然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走了。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每动一下头都痛得像是要裂开，胃里也翻江倒海。我扶着墙，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步步挪到客厅的窗边。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我看到我妈那辆熟悉的车正缓缓驶出小区大门，车里暖黄色的灯光下坐着我的一家3口。他们要去哪里？或许是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庆祝终于甩掉了我这个麻烦，这个企图分家产的外人。我的手机、钱包都还在我的房间里，可笑的是，我竟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穿着单薄的睡衣，被他们推出了家门，砰的一声，防盗门在我身后重重的关上，那声音像一声审判的锤响，也彻底隔绝了我与那个所谓的家的最后一点联系。11月的夜晚，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刮进我单薄的衣领里。我赤着脚，茫然地走在小区的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鬼魂。有邻居遛弯路过，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不是老顾家的儿子吗？叫10号那个，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听说学习挺好的，怎么搞成这样？怕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赶出来了吧？那些议论声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进我的耳朵里，我却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我能去哪里呢？我没有可以投靠的朋友，因为我爸总说，男孩子要稳重，不能总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我也没有钱，我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交了新学期的学费，而那笔学费本该是他们用我的名义贷出来的款去付的。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游荡在这片冰冷的人间。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都在打颤，胃疼得几乎要痉挛。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会死的。我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到小区门口，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最近的旅馆。我的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我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手上戴着的一块名牌手表，那是我18岁生日时我爸妈送我的。现在想来，那或许也是他们长期投资的一部分，用来彰显他们的偏爱。我用这块手表在一家看上去就很破旧的廉价旅馆换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房间，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床单黄黄的，上面还有不知名的污渍，看上去很久没有换洗过，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床上，意识开始模糊。在昏睡过去之前，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这是一场噩梦，请让我快点醒来吧。然而我不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我是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惊醒的。开门，茶房。门外是一个粗声粗气的女人声音。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以为是旅馆的工作人员。我没有多想，走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一个满脸横肉、浑身酒气的壮硕女人。她根本不是什么工作人员，而是隔壁房间的醉鬼。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立刻放出贪婪的光。小帅哥，一个人住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像一堵墙一样挤进了我的房间，顺手关上了门并反锁。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清醒了，血液都凉了半截。你想干什么？你再不出去我就报警了。我害怕的声音都在发抖，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退。女人淫笑着向我逼近，嘴里发出令人作呕的笑声。报警？你报啊！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她说的是实话。这种廉价旅馆隔音效果极差，但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自顾不暇，谁会多管闲事呢？我退到墙角，退无可退，绝望像冰冷的海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将我淹没，让我无法呼吸。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如果此刻他们在我身边，会不会保护我？不会的，是他们亲手把我推入了这个无间地狱。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在我身上烙下属于他的印记。我拼命的挣扎、尖叫，用指甲去抓他的脸，用牙去咬他的手臂，但我病弱的身体根本无法对抗他的蛮力。我的一切反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像一只被蛛网缠住的蝴蝶。房间里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月光和我的悲鸣。我的意识在屈辱和疼痛中一点点被撕碎。不知道过了多久，女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躺在冰冷的地上，衣服被撕得粉碎，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全是触目惊心的痕迹，提醒着我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哭，因为眼泪早在心死的那一刻就已经流干了。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每动一下，骨头都像是散了架。我走进卫生间，打开了淋浴喷头，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我一遍又一遍地搓洗着自己的身体，皮肤都被搓红了，想要洗掉那些肮脏的痕迹。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沾上，就一辈子都洗不掉了。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空洞的眼神，麻木的表情，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只剩下一具躯壳。我的人生好像已经被毁掉了，学业、家庭、健康、尊严，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天里被摧毁得一干二净。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关掉淋浴，穿上那件被撕破的湿漉漉的衣服，像个游魂一样走出了旅馆。外面下起了小雨，冷得刺骨，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和我的泪水混在一起。我漫无目的的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条江边，宽阔的江水在夜色中翻涌着，黑沉沉的，像一张能吞噬一切的巨口，安静地等待着它的击毙。我站在江边的栏杆旁，风吹起我湿透的头发，吹得我几乎站不稳。我想起了我短暂又可笑的一生。我努力学习，是为了让父母骄傲；我体谅妹妹，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以为只要我足够乖巧，足够懂事，就能得到我想要的爱。可我错了，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的性别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所有的努力，在女儿这两个字面前，都显得一文不值。也好，就让这冰冷的江水洗净我所有的痛苦和不甘吧。爸爸妈妈，苏清雪，如果还有来生，我们不要再做家人了。我闭上眼睛，张开双臂，选择从高高的栏杆上跃下，去拥抱那唯一属于我的自由。刺骨的寒冷瞬间将我吞没。意识的最后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已经褪色的画面，看到我爸抱着刚出生的我，温柔地笑着说这是他的骄傲；看到我妈把我高高举过头顶，说我是她最帅的小王子；看到苏清雪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我身后，奶声奶气地喊哥哥。等等我，那些温暖的幸福的记忆原来也曾真实的存在过，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身体不断下沉，江水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窒息的感觉让我无比痛苦，但我的心里却 strangely 感受到了一丝前所未有的解脱。就这样结束吧，再见了。这个让我失望透顶的世界，再次恢复意识，是被一阵刺眼的白光和浓烈刺鼻的消毒水味刺激的。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像一片没有尽头的荒原。我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一个护士见我醒了，走过来说你醒了，你已经昏迷2天了。有个夜跑的好心人看到你落水，不顾危险把你救了上来。他顿了顿，又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你的家人呢？我们通过你的学生证联系了学校，学校说联系不上他们。家人？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牵动了全身的伤口，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我不仅没能解脱，还被送到了这个需要花钱的地方。这意味着我还要继续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继续承受这无尽的痛苦。护士看我脸色不对，以为我在担心医药费，安慰道你别想太多，好好养身体。救你的好心人已经帮你垫付了前期的费用，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我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没用的，我的病，我的伤，我的痛，没有人能帮我。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绝路。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医院里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由于溺水，我的肺部受到了严重感染，呼吸都带着灼痛。被恶意欺凌时留下的创伤，也导致了身体内部的撕裂和感染，高烧不退。而最致命的是我体内的癌细胞，因为这一连串的打击和精神的崩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像疯狂滋长的藤蔓，缠绕住我每一个器官。医生找我谈话，表情凝重的像一块石头。他说：石先生，你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器官，加上你身体目前的多重感染和创伤，说实话，我们已经尽力了。我平静地听着，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像一片干涸的湖。我还能活多久？我问。医生沉默了片刻，
艰难的开口最多1个星期，1个星期7天，168个小时也好，总算有个盼头了。我躺在病床上，每天靠着输液管里冰冷的液体维持生命。因为没有钱，我住的是最差的多人病房，周围充斥着各种痛苦的呻吟声和家属压抑的哭泣声。我每天看着窗外那片四四方方的天空，从日出到日落。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家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发现我失踪了吗？他们会找我吗？或许他们巴不得我永远不要再出现，好彻底霸占那个家吧。那天下午，病房里很吵，隔壁床来了一个新的病人，家属们前呼后拥地围着他，嘘寒问暖，端茶倒水。我羡慕地看着那片热闹，心里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芜。护士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本地的晚报，他对旁边的家属说：“你们看今天的新闻了吗？有个男大学生想不开跳江，被救上来了，现在就在我们医院呢。到现在家人都没来一个，真是可怜。”我心里一紧，很快那份报纸就经过几轮传阅，到了我的手里。社会版的一个小角落里印着我的照片。是我学生证上的那张1寸证件照，标题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花样少年为何轻生，家庭关爱缺失引人深思”。报道里隐去了我的姓名，但详细描述了我被救的经过，并呼吁我的家人看到新闻后尽快来医院。我拿着报纸，手微微颤抖。原来我已经出名了，以这样一种狼狈又可悲的方式。不知道我爸妈和苏清雪看到这则新闻会是什么反应？是会觉得丢脸，还是会有一丝丝的愧疚和后怕？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门口站着的是苏清雪。她气喘吁吁，脸色煞白，一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被捏得皱巴巴的纸，那张纸我认得，是我的癌症诊断书。她大概是回学校给我收拾东西，准备办理退学手续的时候，在我枕头下发现的。她看到了报纸，也看到了诊断书，所以她什么都知道了。她一步步向我走来，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又慌乱的哒哒声。病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身上。她走到我的病床前，看着我身上插满的各种管子，看着我毫无血色的脸和空洞的眼神，嘴唇剧烈地颤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双曾经充满得意和嘲讽的眼睛，此刻只剩下铺天盖地的震惊、恐惧和悔恨。哥，他终于艰难地叫出了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像被砂纸磨过。我看着他，没有说话。说什么呢？说我有多痛，说我有多恨，没意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苏清雪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冰冷的地上，她抓着我露在被子外面的手，那双手冰得像一块铁，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砸在我的手背上，却一点温度都没有。对不起，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我以为你只是为了钱跟爸妈吵架，我不知道你病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你赶出去了。对不起，哥，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对不起。病房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连隔壁床的呻吟声都停了。我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波动的涟漪。太晚了，苏清雪，一切都太晚了。就在这时，病房门口又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我爸妈来了，他们大概是接到了苏清雪的电话，疯了似的赶了过来。当他们看到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上那些无法掩饰的亲子交错的伤痕时，他们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我妈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发出一声凄厉的不似人声的哭喊。我爸冲到我床边，他想碰我，手伸到一半，又触电般的缩了回去，仿佛我身上有刺。这个曾经对我冷嘲热讽、恶语相向的男人，此刻脸上写满了惊恐和绝望。10号，我的儿子，我弟儿。他声音颤抖，老泪纵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医生被惊动了，他快步走了进来，把我爸妈和跪在地上的苏清雪叫到了病房外。我能隐约听到他们压抑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那3个家人的心上。胃癌晚期，全身扩散，溺水导致肺部严重感染，遭到恶意欺凌，身体创伤严重，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准备后事吧，剩下的时间让他走得安详一点。我妈的哭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嚎啕，几乎要晕厥过去。我爸的咆哮声和医生的劝解声混杂在一起，乱成一团。我缓缓闭上眼睛，将所有的嘈杂都隔绝在外。原来他们也会害怕，也会后悔。原来直到我快要死了，他们才终于肯相信我没有撒谎。可是这迟来的醒悟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带给我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我被毁掉的人生再也无法重来。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忏悔，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迟到的无比廉价的表演。我不会原谅他们，永远不会。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有时候我会陷入长时间的昏迷，意识像沉入海底，无知无觉。有时候又会清醒的异常，能清晰的听到窗外的鸟叫和自己的心跳。爸妈和苏清雪寸步不离的守在我的病床前。我妈的头发在短短几天里白了一大半，她不再是那个强势刻薄、精于算计的女人，只是一个即将失去儿子的可怜的母亲。她总是握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跟我说对不起，说她错了，说下辈子她做牛做马报答我。我爸那个曾经那么精明、那么骄傲的男人，如今也变得沉默寡言。他会一个人坐在病房的角落里，无声的流泪，然后狠狠地抽自己耳光，发出沉闷的响声。苏清雪更是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她不再是那个嚣张跋扈的少女，她会笨拙地给我擦脸，给我读故事，尽管我根本听不进去一个字。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他们犯下的滔天大错，可他们不知道，有些错一旦犯下，就永远无法弥补。破碎的镜子再也无法重圆。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正在一点点地流逝，像指缝间的沙。那天晚上，我从昏迷中醒来，意识格外清晰。我知道回光返照，我的时间不多了。病房里只有苏清雪守住我，爸妈可能太累了，
被他劝去隔壁的休息室。他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眉头紧紧地皱着，脸上还挂着泪痕。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看到大的妹妹，我曾经也真心实意地爱过她，保护过她，可她却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选择了和父母站在一起，对我冷眼相向，给了我致命的一击。或许她也是这个病态家庭的受害者吧，被父母用错误的爱塑造成了自私冷漠的模样。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注视，睫毛颤了颤，慢慢睁开了眼睛，看到我醒着，而且眼神清明，她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哥，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喝水？我摇了摇头，然后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对她也对我自己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苏清雪，我不怪你了。是的，我不怪她了，但我也不原谅她。我只是累了，我不想带着恨意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苏清雪愣住了，然后她像是明白了什么，眼泪再次汹涌而出，无声的滑落。她哽咽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递到我面前。那是一份保险合同的复印件，投保人是苏清雪，而被保人是我。受益人那一栏赫然写着苏清雪。我疑惑地看着她，不明白她此时拿出这个是什么意思。她擦了一把眼泪，声音沙哑地说：哥，这是我18岁生日那天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的第一份保险，受益人是我自己。我那时候就是个混蛋，我听爸妈的话，觉得家里的一切都该是我的，我觉得你什么都不缺，所以这份保障也应该留给我自己。他顿了顿，又从另一个口袋里颤抖着掏出了另一张纸，这是我前几天刚改的。他把那张新的变更单小心翼翼地展开在我眼前，受益人那一栏被用红笔醒目的修改了，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10号。哥，对不起。他泣不成声，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但这笔钱你拿着，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求求你别丢下我，别丢下我们。我看着那2个字，我的名字，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真心实意地为我考虑过的，尽管这份真心来得太迟了，迟到我已经不再需要。一滴温热的眼泪从我的眼角滑落，落在了洁白的枕巾上，晕开一小片深色。这是我醒来后留下的第一滴，也是最后一滴眼泪。我看着苏清雪，扯动嘴角，想对她笑一笑，告诉她没关系了。可是我再也没有力气了，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世界在我眼前慢慢的化作一片永恒的黑暗。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听见苏清雪撕心裂肺的哭喊，那声音绝望的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我听见我爸妈闻声赶来后发出的绝望的哀嚎，我看见我妈抚摸着我冰冷的脸，哭到昏厥。我看见我爸一夜之间满头白发，像是瞬间老了20岁。他跪在我的床前，不断的磕头。我的灵魂飘在半空中，冷漠的看着这一切。我的告别仪式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只有几个知道消息的远房亲戚。他们看着我父母悲痛欲绝的样子，窃窃私语。仪式上，我妈因为过度悲伤，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时而哭，时而笑，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我的时候，妈妈错了，妈妈把房子给你，把一切都给你，你回来好不好？告别仪式结束后不久，他就因为严重的抑郁症，在一个深夜从家里阳台的窗户选择了和我一样的方式去拥抱他的自由。我爸在接连失去儿子和妻子后也疯了，他每天抱着我的照片，坐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坐就是一天，不说话也不吃饭，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而苏清雪，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少女，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一个人处理了我妈的后事，把彻底疯掉的爸爸送进了精神病院。她卖掉了那套写着她名字的房子，把所有的钱连同那份保险赔偿金全部捐给了一个致力于救助癌症儿童的基金会。她用我的名字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叫10号之光。她辍学了，她开始在全国各地流浪，做志愿者，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也为我们的父母赎罪。又是一年冬天，大雪纷飞，苏清雪来到了我的墓前。她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平静和沧桑。她把一束白色的雏菊轻轻地放在我的墓碑前，照片上的我还在笑着。哥，我又来看你了。他坐在冰冷的雪地上，靠着我的墓碑，像小时候一样跟我说着话。我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和你一样生病的孩子，我用你的名字帮助了他们，他们都说谢谢10号哥哥。爸在医院里，情况时好时坏，有时候清醒会拉着我的手，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说哥哥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了，要很久才回来。哥，你知道吗？我常常会梦到你，梦到我们小时候，你拉着我的手带我去买糖吃，你总是把最大的那颗给我，自己吃最小的那颗。如果时间能倒流，该多好！如果那天我没有跟你玩那个愚蠢的游戏，如果那天妈妈打你的时候，我能站出来保护你。如果……他说不下去了，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压抑的哭声在空旷的墓园里回荡。寒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积雪，我飘在他的身边，想伸手抱抱他，却只穿过一片虚无的空气。苏清雪，别哭了，都过去了。这个空心之家欠我的一切，你们已经用余生的痛苦加倍偿还了，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条刺眼的帖子时，指尖的冰凉正顺着神经往骨髓里钻。标题赫然是求问要怎么制造妻子的意外死亡。底下那条被顶到置顶的回复像淬了毒的冰棱，每一个字都泛着寒意。约他去爬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推他一把，就算他运气好能活下来，大概率也是个残废了。点赞数还在往上跳，评论区里甚至有人附和这个方法隐蔽，查不出来。我刚把手机攥得指节发白，屏幕就震了一下，陈景明的消息弹了进来，语气带着刻意营造的温柔，像裹了糖衣的毒药。晚晚周末
我们去城郊的云栖山爬山吧。我查了攻略，山顶的日出特别美，给你准备了惊喜。惊喜2个字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忽然想起3天前那个中秋节的晚上，他也是这样用温柔的语气说着谎话，而我那时还傻傻的以为只是自己多心。中秋的晚风裹着小区里桂树的甜香，钻进楼道时还带着邻居家传来的欢声笑语。3楼的张阿姨正喊儿子吃月饼，5楼的小朋友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手里拎着沉甸甸的纸袋子，里面是城南老字号福记的莲蓉月饼。承诺从3岁起就爱吃这个口味，每次都能一口气吃掉小半块。推开门时，玄关的感应灯亮了。5岁的承诺正趴在客厅的地毯上拼恐龙积木，听到动静立刻抬起头，圆溜溜的眼睛亮了亮。妈妈回来了。他丢下积木跑过来，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我手里的袋子。是福记的月饼吗？我要拿回房间吃。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把袋子递给他，慢点吃，别噎着。可下一秒，一道清晰的声音突然钻进我耳朵，和承诺稚嫩的嗓音截然不同，带着孩童特有的挑剔和不耐烦。又是这老掉牙的莲蓉，甜得发腻，难吃死了。还是玲玲阿姨上次买的流心月饼好吃，里面还有爆浆的巧克力。我手一顿，以为是楼道里的邻居在说话，侧耳听了听，只有承诺拆包装纸的哗啦声。他抱着月饼盒子往房间跑，还回头冲我笑：“妈妈，我吃完再出来陪你。”那道声音没再出现。我摇了摇头，把这归结为自己最近工作太累产生的幻听。承诺一向黏我，怎么会嫌弃我买的东西？大概是我昨天加班到凌晨，脑子还没缓过来。我系上围裙进了厨房，冰箱里还有早上买的新鲜排骨和番茄。陈景明最近总说公司事多，回来的越来越晚。我想着多做几道他爱吃的菜，让他补。糖醋排骨要先焯水去血沫，番茄炒蛋得用猪油炒才香。我忙忙碌碌了1个多小时，把3菜1汤摆上桌时，玄关终于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陈景明换鞋时，我正把最后1碗米饭端出来。景明，快洗手吃饭，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他抬头扫了眼餐桌，眉头却突然皱了起来，语气冷得像刚从冰窖里捞出来。怎么来来回回都是这几样，我都吃腻了，你就不能学学玲玲，做点新颖的菜吗？玲玲2个字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白玲玲是3个月前陈景明说怕我累，特意雇来的保姆，每周来家里打扫2次卫生，偶尔会做顿饭。我愣了愣，刚想解释你上周还说想吃糖醋排骨，脑海里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这次是陈景明的语气，却带着我从未听过的不耐烦。玲玲还在星光餐厅等着我呢，那地方要提前定位，迟到了她该不高兴了，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就行。苏婉那么好骗，肯定不会怀疑。我手里的筷子哒的掉在桌上，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晰。陈景明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表，指尖在表盘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眼神里藏着一丝急切，和他嘴上说的吃腻了根本对不上。我压着心里翻涌的慌，弯腰捡起筷子，声音尽量保持平静。那我再去给你做个清蒸鱼，冰箱里还有新鲜的鲈鱼。不用了。他猛地站起身，抓起沙发上的外套就往门口走，语气里满是敷衍。我没胃口，公司临时有急事要加班，今晚可能不回来了，你自己吃吧。话音刚落，门就砰的一声关上，震得墙上的婚纱照都晃了晃。照片上的他抱着我，笑得一脸温柔，可现在看来，那笑容里全是虚伪。我坐在餐桌前，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菜，突然没了食欲。陈景明的公司在城东，而星光餐厅在市中心，根本不是一个方向。我怎么也不愿相信，那个当初在我爸妈面前发誓一辈子只对苏婉好的男人，会用加班当借口去见别的女人。我换了件深色的外套，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悄悄跟在他身后下了楼。他开着我们结婚3周年时买的那辆黑色轿车，车灯划破夜色，径直往市中心的方向去。果然不是去公司的路。我打了辆出租车跟在后面，心里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连呼吸都觉得疼。车停在星光餐厅门口时，我让司机停在街对面的树影里，看着陈景明推开车门，整理了一下衣领，快步走进餐厅。靠窗的位置亮着暖黄色的灯，白玲玲坐在那里，穿着一条火红色的连衣裙，头发烫成了大波浪，正对着手机笑。看到陈景明进来，她立刻站起身，像只小鸟一样扑进他怀里。陈景明伸手揽住她的腰，低头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逗得她笑出了声。然后他低下头吻了她，那个吻很长，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连指尖都在轻轻摩挲她的后背。我拿出手机，手指抖得厉害，好几次点开和陈景明的对话框，想问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可最终还是把手机塞回了口袋。我看着他们手牵手走出餐厅，走进隔壁的云顶酒店，看着酒店门口的旋转门把他们的身影吞没，才让司机掉头回家。夜风从车窗吹进来，带着秋夜的凉意，我却觉得浑身发冷。结婚5年，我从一个被爸妈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变成了围着家庭转的全职太太。为了他放弃了晋升的机会，为了照顾承诺辞掉了工作，可到头来只换来他的背叛。回到家时，客厅的灯还亮着，承诺正坐在沙发上吃月饼，手里拿着的包装袋上印着流心巧克力的字样，不是我买的福记月饼。我想起晚上听到的那道幻听，心里最后一点侥幸被彻底掐灭。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
温柔。诺诺，这是谁给你买的月饼呀？妈妈买的那盒莲蓉呢？陈诺的眼神闪了闪，捏着月饼的手紧了紧，支支吾吾半天没说话。他的小眉头皱在一起，像是在想怎么撒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神躲闪着说：“那盒已经吃完了，这是爸爸买的。爸爸说这个好吃。5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一下吃完一整盒12个月饼？”我看着他脸上的慌乱，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我还没开口，那道熟悉的心声又响了起来，带着孩童的惬意和一丝被教导过的警惕。爸爸说过，不能让妈妈知道玲玲阿姨的事，也不能让妈妈发现我把她买的月饼扔了。要是妈妈知道了会生气的。我站起身，走到阳台角落的垃圾桶前，心脏跳得飞快。垃圾桶里放着一个柔的变形的纸袋子，上面印着福记的 logo， 正是我早上买的那盒月饼。我伸手把袋子拿出来，打开一看，里面的月饼一个没动，还保持着刚买时的样子，只是包装纸被揉得皱巴巴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月饼盒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一直以为陈诺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每次我生病，他都会端着温水给我吃药；每次我难过，他都会抱着我的脖子说妈妈不哭。可现在他却因为一个外人对我撒了谎，还把我精心给他买的月饼扔进了垃圾桶。我走到卧室，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底下，那个备注爸爸的号码已经快3年没拨过了。当初我和陈景明结婚，爸妈坚决反对，说陈景明野心太大，人品不定。可我被爱情冲昏了头，和他们大吵了一架，摔门而去，还说以后我的事不用你们管。这3年来，我只在逢年过节时给他们发一条短信，连电话都不敢打，怕听到他们失望的声音。电话接通的瞬间，爸爸的声音传了过来，带着一丝沙哑和难以置信：“婉婉是你吗？”我吸了吸鼻子，声音忍不住发抖：“爸，我想回家。”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只有爸爸的呼吸声传来，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傻孩子，早就跟你说过，陈景明靠不住。你在哪？明天我让张叔去接你。我在我还在原来的家。”我哽咽着说：“爸，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爸的声音也有些发颤：“别想那么多，家里永远是你的后盾。”挂了电话，我靠在墙上，眼泪止不住的流。我想起当初和陈景明在一起的日子，他那时候还是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小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却能在我生日时用攒了3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一条项链。我以为那就是爱情，却没想到贫穷时的真心会在富贵后变成假意。他的公司能有今天，全靠我爸妈当初暗中帮衬。我爸托关系给他介绍客户，我妈拿出私房钱帮他周转，可他从来没在别人面前提过这些，反而对外说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我以为他只是好面子，现在才明白，他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眼里。我正想着，门口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陈景明回来了，他身上带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不是我用的那款，也不是白玲玲平时用的，大概是餐厅里的味道，或是酒店里的香薰。我压着心里的情绪走到客厅，看着他换鞋，淡淡开口：“把白玲玲辞退了吧，家里现在不需要保姆。”陈景明换鞋的动作顿了顿，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诧异：“玲玲惹你不高兴了？”他做事挺认真的，上次你说家里的窗户擦不干净，他还特意爬高帮你擦了。没有，我别开脸，不想看他虚伪的表情。他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每次来都只是打扫一下卫生，算不上保姆。你要是真为我考虑，就再招一个全职的，能帮忙带诺诺的。这时陈诺从房间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那块没吃完的流心月饼。陈景明立刻走过去，弯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声音很小，我没听清。然后陈诺就跑过来，抓着我的手，仰着小脸，眼睛里还挤了几滴眼泪，可怜兮兮地说：“妈妈，不要辞退玲玲阿姨好不好？玲玲阿姨会给我买糖果吃，还会陪我玩积木。”我看着陈诺眼里的期待，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可我没动摇，语气依旧坚决：“诺诺，大人的事你别管，你们这么护着他，是不是背着我有什么事？”我看着陈景明，眼神里带着一丝质问。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连陈诺嚼月饼的声音都停了。下一秒，那道孩童的心声又响了起来，带着一丝抱怨和不满：“妈妈真讨厌，要是玲玲阿姨能当我的妈妈就好了，她从来不会说我，还会给我买玩具飞机。”我的心猛地一沉，像坠入了冰窟。这是我怀胎10月，承受了孕吐、失眠、生产时的剧痛才生下的孩子，是我日夜陪伴、亲手带大的宝贝。他竟然想让别人当他的妈妈。陈景明没说话，只是皱着眉，好像在思考怎么反驳我。可他的心声却清晰地传了过来，满是慌乱和算计。苏婉是不是发现我和玲玲的事了？不行，公司的股份还没全部转移到玲玲名下，房子的房产证也还在他手里，得先稳住他，不能让他起心。我愣了一下，当初我们结婚时，陈景明说我的就是你的，把公司30%的股份转到了我名下，房子也登记在了我的名字里。原来他早就打着转移财产的主意，为了白玲玲，连多年的夫妻情分都不顾了。见我半天没说话，陈景明像是松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婉婉，我知道你最近可能心情不好，我跟玲玲说，让她以后少来家里，等过段时间我们再找个全职保姆好不好？”“不用了。”我打断他，既然诺诺喜欢他，这件事以后再说吧。陈景明眼里瞬间露出欣喜的表情，连掩饰都忘了，嘴角不自觉地往上扬。我没再看他，借口累了，转身回了卧室。关上门的瞬间，眼泪又掉了下来。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张叔的电话。张叔是我家的老管家，从小看着我长大，为人稳重，做事靠谱。电话接通后，张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小姐。”
姐，你可算联系我了，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先生和夫人都很想你。张叔，我吸了吸鼻子，声音有些愧疚，不好意思打扰你，能不能拜托你帮我查点事，查一下陈景明最近的行踪，还有他公司的财务情况，特别是和白玲玲有关的。没问题，小姐。张叔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我明天就派人去查，有消息了立刻告诉你。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客厅里传来陈景明打电话的声音，他刻意压低了音量，可我还是能隐约听到00酒店明天见之类的词。我捂着耳朵，可那些声音还是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接下来的几天，张叔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附带各种证据，有陈景明和白玲玲在酒店门口拥抱的照片，拍摄时间是凌晨2点，有陈景明给白玲玲转账的记录，一笔就是5万，备注是零花钱，还有陈景明偷偷将公司股份转移到白玲玲名下的协议复印件，日期是1个月前。每看一条证据，我心里的最后一点念想就少一分，原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白玲玲根本不是什么保姆，而是陈景明养在外面的女人。我想起白玲玲每次来家里，都会有意无意的穿着陈景明喜欢的风格的衣服，会不小心把水杯打翻在我面前，会在陈景明面前说苏姐要是像我一样会做饭就好了。原来那些不是无心之举，而是故意的挑衅。我把张叔发来的证据整理成一个文件夹，分类标注好照片、转账记录、股份协议，然后联系了我大学同学介绍的律师，把证据发给了他，让他尽快拟好离婚协议书。律师很快回复我说，证据很充分，不仅能证明陈景明出轨，还能证明他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以要求他净身出户。我看着手机屏幕，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只有一种解脱后的疲惫。刚挂了律师的电话，陈诺就从外面跑进来，拉着我的衣角不停地晃，妈妈，我想去游乐场玩，你陪我去好不好？我想去坐过山车。我看着他脸上的期待，心里却没了波澜。以前他每次说想去游乐场，我都会立刻答应，提前查好攻略，带好他爱吃的零食。可现在我只觉得累，语气平淡地说，让爸爸带你去，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没时间。陈诺立刻嘟起嘴，脸上满是不满，甩开我的手，坐在地上蹬腿。我就要妈妈陪我去，爸爸上次答应带我去，结果半路就走了。那道心声又响了起来，带着一丝抱怨和任性。讨厌妈妈，要是00阿姨在，她肯定会带我去的，还会给我买棉花糖和玩具熊。妈妈总是说不舒服，根本就是不想陪我。我冷笑一声，没再理她。陈景明这时从书房出来，听到陈诺的哭闹，也没问我为什么不陪他去，只是走过去摸了摸陈诺的头，语气随意地说，诺诺乖，爸爸带你去游乐场，再给你买个大恐龙玩具好不好？陈诺立刻不哭了，从地上爬起来，拉着陈景明的手就往外走。爸爸真好，我们现在就去。看着他们父子俩的背影，我心里一阵发凉。陈景明从来没这么耐心地陪过陈诺，可现在为了讨好他，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大概是怕陈诺在我面前说漏嘴，暴露他们和白玲玲的事。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脑，和律师视频沟通离婚协议书的细节。律师说，因为陈景明是过错方，而且恶意转移财产，我不仅能让他净身出户，还能要求他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我摇了摇头，说不用要赔偿金，只要他尽快签字离婚，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就行。正说着，门铃突然响了，我以为是陈景明忘了带东西，起身去开门，却看到白玲玲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一个名品包，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看到我，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去，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俨然依附女主人的姿态。苏完，她开口，语气里满是傲慢，好久不见，你看起来好像憔悴了不少。我关上门，走到她对面的沙发坐下，冷声问，你来干什么？白玲玲摆弄着手指上的钻戒，那戒指的款式我很熟悉，是陈景明去年在我生日时说太贵了，下次再买的那一款。她抬眼斜了我一眼，语气带着炫耀，没什么，就是提前来体验一下当家主的感觉。什么意思？我皱起眉，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白玲玲笑了起来，声音尖锐又刺耳，你还不知道吧？景明已经打算和你离婚了，他说等离婚手续办完就娶我，过不了多久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这房子这家具还有景明的公司都是我的了。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突然觉得可笑，陈景明怎么会看上你这么蠢的女人，连鸠占鹊巢都不知道藏着点，生怕别人看不出你的心思。白玲玲的脸色瞬间变了，从得意变成了愤怒，她猛地站起身，指着我，声音尖利，我再蠢也比你强，你就是个靠男人养的黄脸婆。景明早就腻了，你以为他还爱你吗？他跟我说，当初跟你结婚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钱和关系，现在他事业有成了，你也就没用了。你等着他凑近我，眼神里满是恶意，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赶出这个家，变成一个没人要的离婚女人。他说完，抓起沙发上的包，摔门而去。我看着紧闭的门，深吸了一口气，拿出手机，把张叔发来的证据整理成一个 PPT， 发到了公婆所在的家庭群里。这个群是当初婆婆非要拉我进的，里面有公婆、陈景明的姐姐和姐夫，还有几个远房亲戚。平时群里很安静，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有人发祝福消息。我刚把 PPT 发出去，群里就炸开了锅。婆婆第一个发来语音，语气激动，带着刻意的讨好，婉婉啊，你别生气，都是景明这混小子的错，我们已经骂过他了，他说他知道错了，会跟那个女人断干净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们老陈家还需要你这个好儿媳呢。
公公也跟着发了一条文字消息，里面有错别字，大概是着急导致的。婉婉，对不起，是我们没教好景明，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我们会让他给你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种错了。陈景明的姐姐陈静也发消息，弟妹，我已经打电话骂过我弟了，他就是一时糊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为了诺诺，你们也得好好过日子啊。我看着这些消息，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他们不是真心想为我出头，只是怕我离婚后，他们再也得不到我家的帮助，怕陈景明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不到1个小时，门口就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陈景明带着陈诺回来了。一进门他就看到我坐在沙发上，面前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还停留在那个 PPT 的页面，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快步走过来，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膝盖撞在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抓住我的手，语气急切，带着哭腔，婉婉，你听我解释，我和玲玲是清白的，那些照片都是误会，是他主动贴上来的，我推开他了，只是摄影师拍的角度不好。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样子，只觉得讽刺他的演技真好，眼泪说来就来，语气里的急切好像真的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抽回手，语气冰冷，误会？那转账记录呢？那股份协议呢？也是误会吗？那是玲玲家里出了点事，我帮他周转一下，股份是我暂时放在他名下的，怕被公司的竞争对手盯上。陈景明说的脸不红心不跳，好像真有这么回事。我没拆穿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陈景明见我不说话，更急了，转头给陈诺使了个眼色。陈诺立刻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小脸，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撒娇道：妈妈，爸爸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吧。我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不想爸爸妈妈分开，可他的心声却和他的话完全相反，带着一丝不耐烦和抱怨。妈妈真过分，总是欺负爸爸。玲玲阿姨就不会这样，她还会给我买糖果和玩具。要是爸爸妈妈分开了，我就能和玲玲阿姨一起住了。我看着陈诺表里不一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我一把拉起他，照着他的屁股狠狠揍了几下，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陈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是你妈妈，你怎么能帮着外人骗我？陈诺被我打得哭了起来，声音响彻整个客厅。妈妈坏，妈妈打人，我讨厌妈妈。陈景明立刻护在陈诺面前，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愤怒。苏婉，你疯了吗？诺诺还这么小，你怎么能打他？我打他，我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我打他是因为他不知道谁是真心对他好，是因为他被你教坏了，学会了撒谎。陈景明，你看看你，不仅背叛了我，还把我们的儿子教成了这样。陈景明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个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下头，语气软了下来。婉婉，我知道错了，你别生气了，把子良、把诺诺送去给我爸妈带几天，我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好不好？我看着他眼里的恳求，心里没有一丝动容。我点了点头，好，你把他送走，其余的事你自己跟你爸妈解释，我不想再管了。陈景明像是松了口气，抱着哭个不停的陈诺，匆匆忙忙的走了。没多久，律师把你好的离婚协议书发了过来。我打开文件，一条一条的看，看到子女抚养权那一项时，犹豫了几秒。我想起陈诺平时黏我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叫妈妈时的场景，心里一阵疼。可我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想起他把我买的月饼扔进垃圾桶，想起他想让白玲玲当他妈妈，这样一个养不熟的孩子，我就算争取到了抚养权，又能怎么样？最终我还是在子女抚养权那一项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标注了归男方所有。我正准备回复律师，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推送，就是那条求问如何制造妻子意外死亡的帖子。我点进去，看着置顶的回复，心里一阵发寒。这时陈景明的消息弹了进来，婉婉，我跟我爸妈解释清楚了，他们也骂了我一顿，周末我们去云栖山爬山吧。我查了攻略，山顶的日出特别美，给你准备了惊喜，就当是我给你道歉。我盯着惊喜2个字，手指颤抖着把帖子截图发给了白玲玲。我知道白玲玲肯定不会让陈景明单独和我去爬山，她一定会跟着来，她那么想取代我，怎么会放过任何一个监视陈景明的机会？果然没过几分钟，白玲玲就给我发来了消息，语气带着挑衅，苏婉，你别想单独跟景明去爬山，周末我也去，我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我回复他随便你，然后又给陈景明回了消息，好，周末见。周末那天陈景明早早的就起床了，在厨房里忙碌着，说是要给我准备爬山时吃的便当。我站在客厅里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一丝波澜。他做的便当里放了芒果藕，我对芒果过敏，他明明知道却还是放了，大概是白玲玲喜欢吃。我们刚要出门，白玲玲就来了，她穿着一件和陈景明同款的灰色运动服，手里拎着一个运动包，看到我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景明，我来跟你们一起爬山，不会打扰你们吧？陈景明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满，玲玲，我跟婉婉有话要说，我不管。白玲玲梗着脖子走到陈景明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你去哪我就去哪，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跟叔叔阿姨说你欺负我。陈景明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还是妥协了。我笑着打圆场，一起吧，多个人也热闹。陈景明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可他也没多问，只是点了点头。我们开车来到云栖山脚下时，才早上7点，山路上已经有不少爬山的人，大多是情侣或一家人。陈景明走在前面，白玲玲挽着他的胳膊，时不时跟他说句话，笑得一脸甜蜜。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地爬到山腰时，路上的人少了很多，
白玲玲故意放慢脚步，跟我走在一起，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苏婉，你就别再挣扎了。景明爱的是我，他跟你离婚是迟早的事。你就算现在不离婚，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我没理他，继续往上走。白玲玲见我不说话，又说：“你知道吗？景明早就跟我说了，等离婚后，他就带我去国外度蜜月，还会给我买一套大别墅。你呢？你除了这个快要过期的婚姻，什么都没有。”我停下脚步，转头看他，语气平淡：“白玲玲，你以为陈景明是真心爱你吗？他爱的只是你能给他带来的新鲜感，还有我家的钱。等他把我家的资源榨干了，等他厌倦你了，你就会变成第2个我。”白玲玲的脸色瞬间变了，她张了张嘴，想反驳，却没说出一个字。这时陈景明回头喊我们：“你们怎么走这么慢？快上来，前面有个观景台，我们去歇会儿。”我和白玲玲对视一眼，没再说话，跟着他往观景台走。观景台建在一个陡坡上，旁边没有护栏，只有一道低矮的石墙。站在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远处的城市像一幅缩小的地图。我故意走到石墙边，装作欣赏风景的样子。陈景明跟在我身后，眼神时不时落在我身上，带着一丝紧张和急切。我知道他在找机会，于是我故意捂着肚子，皱起眉，语气痛苦地说：“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先下去了，你们继续吧。”说完，我转身就往山下走。果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能感觉到一股力量朝我推来，那力量很大，带着决绝。我立刻往旁边躲，重心不稳地踉跄了一下，而陈景明没受助力，直接推在了跟上来的白玲玲身上。白玲玲尖叫着，身体失去平衡，从石墙上翻了下去，滚进了旁边的草丛里。陈景明瞬间慌了，脸色惨白，快步跑过去，趴在石墙上往下喊：“玲玲，玲玲，你怎么样？”草丛里传来白玲玲的哭声和痛苦喊叫声：“景明，我好疼，我的头流血了。”陈景明立刻跳了下去，抱起白玲玲，语气里满是慌乱和心疼：“玲玲，别怕，我带你去医院。”坚持住，他低头查看白玲玲的伤口，手指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那温柔的样子是我结婚5年都没见过的。我站在观景台上，看着他们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可更多的是解脱。我拿出手机，拍下了陈景明抱着白玲玲的照片，然后跟在他们身后，慢慢往山下走。我们把白玲玲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她只是磕破了头，流了点血，没有伤到骨头，简单包扎一下就没事了。之后转到了普通病房，陈景明守在病床前，不停地给白玲玲擦汗、喂水，眼神里满是担忧。看到我进来，他立刻站起身，眼神里的担忧瞬间变成了愤怒，快步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语气凶狠：“苏玲，你为什么要躲开？要是玲玲出事了，我跟你没完。”苏玲2个字，他喊错了我的名字，大概是太激动，把白玲玲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弄混了。我看着他狰狞的表情，只觉得可笑。陈景明，我们才是夫妻，你心疼他，我可以成全你们，我们离婚吧。陈景明愣住了，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他张了张嘴，语气带着一丝慌乱：“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离婚？诺诺还小，他需要妈妈。你没做错什么。”我笑了，从手机里调出他和白玲玲的亲密照片，还有他转移财产的证据，递到他面前：“你出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甚至想杀了我，这些都是没做错什么。”陈景明，你怎么能这么无耻？陈景明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证据，脸色越来越惨白，身体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满是震惊：“你从哪找到的这些？你不用管我从哪找到的。”我收起手机，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递到他面前：“签字吧，你净身出户，诺诺的抚养权归你，我每个月会支付抚养费。”陈景明看着离婚协议书，手指颤抖着，半天没敢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甘。“苏婉，你为什么要这么绝情？我们结婚5年，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吗？”感情？我看着他，语气里满是嘲讽。从你在网上问怎么杀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感情可言了。陈景明，你醒醒吧，别再自欺欺人了。陈景明还想说什么，这时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了，看到我们的样子，疑惑地问：“请问你们哪位是病人的家属？该换药了。”陈景明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还是没再说话，接过我手里的离婚协议书，坐在病床边，低头看了起来。我没再理他，转身走出了病房。走到医院楼下时，我抬头看了看天空，阳光很刺眼，可我却觉得心里很轻松。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要落地了。回到家后，我把陈景明的衣服、鞋子、洗漱用品，还有他放在家里的书籍、文件全都收拾打包好，扔在了门口。这个家充满了谎言和背叛，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和他有关的东西。晚上，陈景明带着承诺回来了，他手里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脸上没有了白天的愤怒，取而代之的是恳求。他走到我面前，把协议书放在桌上，语气带着一丝卑微：“婉婉，我们能不能不离婚？我知道错了，我会跟玲玲断干净，我会把转移的财产都换回来，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看着他虚伪的样子，只觉得恶心。陈景明，你觉得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婉婉，我求你了。陈景明抓住我的手，膝盖又要往下跪，
诺诺还小，她不能没有妈妈，你就看在诺诺的面子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诺诺有你，还有你爸妈，她不会没有妈妈的。我抽回手，语气坚决，你要么签字，要么我们就法庭见。到时候你不仅要净身出户，还会身败名裂。陈景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不甘，可最终还是没再说什么，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我接过协议书，仔细看了看，确认没有问题后收了起来。然后我指着门口的行李箱，语气平淡，你的东西都在外面，你带着诺诺走吧，这个房子是我的，以后不要再回来了。陈景明没说话，走到门口，拎起行李箱，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陈诺跟在他身后，嘴里还在骂坏妈妈，我再也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我没理他们，看着他们走出家门，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靠在门上，我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解脱。第二天，我联系了中介，把房子挂牌出售。这个充满了不好回忆的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待。然后我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给张叔打了个电话，让他来接我回爸妈家。坐在张叔的车里，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我心里一阵温暖。车子驶进我家所在的别墅区时，我看到爸妈站在门口，正朝这边张望。看到我，他们立刻快步走过来，妈妈抱住我，眼泪掉了下来。婉婉，你终于回来了，妈妈好想你。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心疼，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再也不用受委屈了。我靠在妈妈怀里，眼泪也掉了下来。爸妈，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傻孩子，妈妈擦了擦我的眼泪，笑着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我们回家，妈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走进家门，熟悉的饭菜香扑面而来，客厅里的摆设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的房间也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温暖又明亮。我知道我的新生活从现在开始了。几天后，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想看房子，我跟爸妈说了一声，就独自回了原来的家。走到门口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白玲玲。她穿着一身廉价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疲惫，和之前的嚣张截然不同。看到我，她立刻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语气带着哀求，苏婉姐，求你了，把陈景明和诺诺接走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愣了一下，抽回手，语气平淡，他们怎么了？你和陈景明刚离婚，他就被公司开除了。白玲玲的眼泪掉了下来，声音哽咽，他天天待在家里，不出去找工作，就知道喝酒，喝醉了还会打我。诺诺也不听话，把我家的东西全弄坏了。我说他2句，他还跟我顶嘴，说我不是他妈妈，凭什么管他？我这才想起，陈景明的公司能有今天，全靠我爸的关系。我和他离婚后，我爸自然不会再帮他，公司的董事会也不会容忍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当高管，把他开除是迟早的事。我看着白玲玲狼狈的样子，嘴角扬起一抹讽刺的笑，你不是一直想当陈景明的妻子吗？现在如愿了，怎么又来找我了？我错了，苏婉姐。白玲玲抓着我的手，不停地道歉，我不该插足你们的感情，我不该贪图陈景明的钱，求你帮我，把他们带走吧，我真的快疯了。我甩开他的手，语气冰冷，抱歉，陈景明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的事我管不着。白玲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丢了魂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没再看他，打开门走进屋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没有一丝留恋。中介带着客户来看房时，我详细的介绍了房子的情况，客户很满意，当场就拍板定了下来。签合同的时候，我看着合同上的签名，心里一阵轻松，终于和过去彻底告别了。回到爸妈家时，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爸爸坐在客厅里看报纸。看到我回来，妈妈笑着说，婉婉，快洗手吃饭，妈妈给你做了红烧肉。我走进厨房，从后面抱住妈妈，把头靠在她的背上，妈，谢谢你。傻孩子，跟妈妈客气什么？妈妈拍了拍我的手，以后有爸爸妈妈在，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吃饭的时候，爸爸突然说，婉婉，下周你张阿姨的儿子沈泽从国外回来，他也是学金融的，和你以前是校友，我跟你张阿姨约好了，下周一起吃个饭，你们年轻人认识一下也好，有个照应。我愣了一下，刚想拒绝，妈妈就说，婉婉，你就去见见吧，沈泽这孩子我见过，人品不错，长得也帅，就算做不成男女朋友，做个朋友也好啊。我看着爸妈期待的眼神，点了点头，好，我去。我知道爸妈是怕我因为陈景明的事对感情失去信心，他们想让我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是陈景明那样的，还有好男人值得我去爱。1周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沈泽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看到我，他站起身，笑着说，苏婉，好久不见。我愣了一下，才认出他是我大学时的学长，以前在学校的辩论赛上见过几次。我走过去坐下，沈泽学长，没想到是你。我也没想到。沈泽笑了笑，给我倒了一杯咖啡。我听我妈说，你最近遇到了一些事，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跟我说。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心里一阵温暖。我把我和陈景明的事简单说了一下，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同情我，也没有指责陈景明，只是安静的听着，然后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值得更好的。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大学时的趣事到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沈泽很幽默，总能把我逗笑，和他聊天我感觉很轻松。之后的日子里，沈泽经常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逛画展，他很细心，记得我不吃芒果，记得我喜欢喝拿
拿铁不加糖。记得我喜欢看悬疑电影，和他在一起，我慢慢忘记了陈景明带来的伤害，重新找回了笑容。3个月后的一天，沈泽约我去云栖山看日出，站在山顶，看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金色的光芒洒在我们身上。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认真地说：“苏婉，我喜欢你，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想起这3个月来他对我的照顾和关心，点了点头，我愿意。沈泽笑了起来，把我拥入怀中，我靠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温暖，心里充满了幸福。我知道，我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又过了半年，我和沈泽结婚了。婚礼那天，爸妈坐在台下，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的泪水。沈泽牵着我的手，在亲友的祝福声中为我戴上了戒指。婚后的日子很幸福，沈泽很疼我，把我宠成了小公主。我们偶尔会去福利院看孩子，也会去看诺诺。他跟着陈景明和白玲玲过得并不好，陈景明找不到工作，天天喝酒，白玲玲也经常跟他吵架。每次看到诺诺，我都会给他买些衣服和玩具。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却不敢跟我说话。我知道他还小，还不懂事，等他长大了，总会明白谁是真心对他好。但我也知道，我们之间的母子情分已经回不到从前了。有时候我会想起陈景明和白玲玲，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但我已经不在乎了。那些不好的回忆就像一场噩梦，醒了就该忘了。现在的我有爱我的老公，有疼我的爸妈，有幸福的家庭。我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长久，但只要不放弃，总会遇到那个对的人，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夕阳西下，我靠在沈泽的怀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满是安宁。我知道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全文完。厦门的午后总裹着海的潮气，老街区的榕树垂着气根，风一吹就扫过斑驳的墙面。巷口停着辆银色货车，2米长的航天飞机模型斜靠在车厢上，机翼的银色涂装被阳光晒得发亮，窗棂上还贴着片小小的蓝色贴纸，那是苏念安小时候最爱的颜色。林莫成从车上跳下来时，西装袖口沾了点海风带的细沙，锃亮的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抬手理了理领带，脸上挂着自以为是的得意，朝着巷子里喊：“念安，你不是从小就喜欢航天吗？爸给你带了模型，这下该原谅爸了吧？”话音刚落，巷口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苏念安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袖口卷到小臂，露出几道浅浅的疤痕，那是以前帮人搬砖时被划伤的。他看见模型的瞬间，眼神先是亮了一下，像被点燃的火星，可很快又暗了下去，只剩下冰冷的灰烬。没等林莫成再说什么，苏念安突然转身抄起墙角的垃圾桶，塑料桶壁上还沾着早上没倒的厨余垃圾，他狠狠砸在模型上，哗啦一声，机翼断成2截，细小的零件飞溅到青石板缝里，苏念安的眼泪也跟着砸下来，砸在满是灰尘的模型残骸上。我的航天梦早在我花掉志愿填畜牧兽医的时候就碎了。他的声音带着压抑了太久的哽咽，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你现在拿这个来装好人有意思吗？周围看热闹的邻居都愣住了，有个老奶奶手里的菜篮子差点掉在地上，林莫成脸上的笑瞬间僵住，嘴角抽搐了。手里的菜篮子差点掉在地上，林莫成脸上的笑瞬间僵住，嘴角抽搐了2下，刚想皱着眉指责儿子不懂事，苏婉已经从屋里冲了出来，一把护在苏念安身前，她的围裙还没解下来，上面沾着面粉，刚才正给念安包饺子，庆祝她找到新的暑假工。苏婉的声音发颤，却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定。林莫成，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用？7年了，你演够了吗？给我滚！林莫成看着苏婉发红的眼睛，又看了看地上碎成一片的模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哼了一声，转身踹了踹货车轮胎，没再说话。这一切的荒唐要从半个月前的酒店厕所说起。那天下午，苏婉刚把 VIP 楼层最后一袋垃圾扎紧，手套磨破的指尖沾着没洗干净的污垢，还有点发疼。她弯腰想把垃圾放进推车，就听见走廊尽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保镖走了过来，双手背在身后，领口别着银色徽章，步伐一致地站在 VIP 电梯前。被簇拥在中间的男人穿着定制的深灰色西装，手腕上戴着块江诗丹顿的传承系列手表。苏婉记得那块表，7年前林莫成说公司破产，双腿瘫痪时，还抱着他哭，说把唯一值钱的手表当了，给他应急。可现在那块表正好好的戴在他手腕上，表盘在灯光下闪着冷光。男人身边挽着个女人，以白色真丝连衣裙裹着曲线，拎着个爱马仕凯利包，指甲涂着奶茶色美甲，正是许曼妮。她手里还拎着个限量款童装购物袋，袋子上印着奢侈品牌的 logo， 里面露出的粉色公主裙领口有蕾丝。袋子上印着奢侈品牌的 logo， 里面露出的粉色公主裙领口有蕾丝花边。苏婉在餐馆打工时见过这个牌子，单条裙子就要800多，够念安买3双运动鞋。你一个清洁工凑什么凑？酒店经理突然从后面拽住苏婉的胳膊，指甲掐进她的小臂，留下几道红印，力道大的让她疼得皱眉。那是林氏集团的林总和他家人，你身上的味道熏到贵人怎么办？赶紧把垃圾推走。林氏集团林莫成，苏婉像被泼了盆冰水，从头顶凉到脚尖，她僵在原地，看着电梯门缓缓关上，门合上的最后一秒，她看见林莫成低头对许
许曼妮笑，还伸手帮她理了脸边的碎发，那温柔的模样是她照顾了7年的瘫痪丈夫从未有过的。7年前，林莫成说自己出了车祸，双腿瘫痪，精神受创，公司也破产了，他信了，带着念安陪着他熬了7年。这7年里，他白天在酒店扫厕所，晚上去餐馆洗盘子，1个月只休息1天。念安放学就去捡瓶子，帮人搬砖，省吃俭用给他凑治疗费。他以为他们是在共度难关，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妈，你收拾完了吗？苏念安的声音从南侧方向传来，他扛着个印着饲料字样的蛇皮袋，那是以前给林莫成买中药剩下的袋子，现在用来装碱的瓶子。念安的肩膀因为常年负重微微倾斜，校服领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背心。苏婉慌忙冲过去，挡在他身前，手指掐进掌心，疼得发麻，才没让声音抖得太厉害。收拾好了，等这个月工资发了，妈妈带你走，好不好？去厦门。你以前不是说想看看海吗？念安愣了愣。你以前不是说想看看海吗？念安愣了愣，黝黑的脸上露出腼腆的笑，伸手挠了挠头，妈，你累糊涂了，爸爸还等着治腿呢，哪有钱出去玩？他说着就抢过苏婉手里的垃圾，塞进蛇皮袋里，脚步轻快地朝楼梯口走，没看见苏婉盯着电梯门发红的眼，也没看见他悄悄抹掉的眼泪。为了省4块钱公交费，他们沿着马路牙子走了1个多小时，夏日的柏油路被晒得发烫，鞋底踩在上面都发软，空气里飘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路边大排档传来的小龙虾香味。念安咽了咽口水，却指着路边的凉茶摊说，妈，我不渴，咱们别买水了，回家喝200开就行。苏婉看着他汗湿的后背，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能看见突出的肩胛骨，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突然想起刚才许曼妮手里的购物袋，许曼妮的女儿许乐月才9岁，就能穿几百块的裙子，而他18岁的儿子连1瓶2块钱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7年前林莫成瘫痪后，他没日没夜的打工，念安更是懂事的让人心疼。去年填高考志愿时，念安盯着航天专业的介绍看了好久，手指反复摩挲着航天器设计那几个字，最后却红着眼把志愿表划掉，说，妈，畜牧兽医学费减半，还能申请助学金，能给爸爸省点治疗费。可现在他才知道，他们省吃俭用的每1分钱，都成了林莫成给许曼妮母女挥霍的资本。夏季的风裹着热气吹过来，苏婉却觉得浑身发冷，连指尖都在发抖。林莫成比他们晚1个小时到家，进门时他又坐回了那辆磨得掉漆的灰色轮椅，扶手处露出里面的铁色。他看见苏婉和念安，就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袋子上印着家常菜馆的 logo， 底部还在漏油，滴在地板上，留下1道油渍。老婆儿子，我今天捡瓶子卖了点钱，给你们带了好吃的。他的声音带着刻意装出来的虚弱，眼神却不自觉地瞟向桌上的200开，那是苏婉特意给他晾的。念安习惯性地跑过去，弯腰就把轮椅扛过门槛，他的肩膀上有块明显的淤青，是常年扛轮椅磨出来的。苏婉每次看见都心疼，可念安总说没事，妈，我有力气。苏婉接过塑料袋，打开就看见里面是半盘红烧肉，肥肉多瘦肉少，还有几根没吃完的青菜，沾着饭粒，显然是餐馆客人剩下的。可念安却浑然不觉，从阳台拿了块洗得发黄的毛巾，蹲下来给林莫成擦腿。他的动作很轻，怕弄疼林莫成，先把毛巾浸了温水，拧干后从脚踝往上擦，擦到膝盖时还特意放慢了速度，然后拿出便宜的润肤露，挤在手心搓热，再轻轻抹在林莫成的腿上。那熟练的模样，看得苏婉鼻子一酸，她再也忍不住，伸手打到念安手里的毛巾。念安，别擦了，吃饭。毛巾掉在地上，沾了油渍。路过轮椅时，苏婉故意撞了一下，轮椅猛地晃了晃，林莫成下意识伸出右腿，稳稳地撑在地上，那条他说没有知觉的腿，此刻不仅有知觉，还能撑住他的体重，果然是装的。苏婉闭了闭眼，胸腔里的闷痛快要溢出来，却还是强装镇定去厨房盛饭。饭是用1口裂了缝的搪瓷锅煮的，菜是清炒土豆丝，没放多少油。饭桌上，念安扒着米饭，小声说，妈，能不能预支我1000块？上大学得有个手机，老师说很多通知要在群里发，同学也都有。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手指抠着碗边，怕苏婉为难，啪的一声，筷子被林莫成重重敲在桌上。他皱着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语气里的不耐烦像针一样扎人。你这年纪就该好好学习，要什么手机？我像你这么大时，连电话都没见过，不一样过来了，别为自己的懈怠找借口。念安的头瞬间垂下去，长长的刘海遮住了眼睛，看不清表情。苏婉却攥紧了手机，刚才洗盘子间隙，她刷到了许曼妮的朋友圈，文案写着乐乐还有2937天上大学，谢谢叔叔的礼物。配图里，许乐乐坐在堆满礼物的沙发上，手里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背景是林莫成公司的总裁办公室。他以前去过1次，林莫成说那是朋友的办公室，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他自己的。9岁的许乐乐能收到最新款手机当礼物，他18岁的儿子要个上学必须的手机，却要被说成懈怠。苏婉猛地摔了碗筷，搪瓷碗在桌上磕出清脆的声响，土豆丝洒了一地。他的声音带着压抑多年的委屈，几乎是吼出来的。妈妈给你买，不仅买手机，还带你去暑期旅行，去厦门看海。念安的眼睛瞬间亮了，像蒙尘的星星突然被擦亮，那是苏婉好久没在他脸上见过的光。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林莫成却黑了脸，猛地拔高音量，苏婉，你昏头了，儿子要上大学，我要治腿，哪来的钱出去玩？他脖子梗得老长，胸口起伏着，那模样险些让苏婉以为他要站起来。苏婉盯着他的腿，话到嘴
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想在念安面前戳穿这个谎言，怕伤了孩子的心。可念安却赶紧抱住苏婉的胳膊，小声说：“妈，我不要了，真的。手机我可以跟同学借，给爸爸这腿更重要。”林莫成叹了口气，故意把轮椅转了个圈，留下一个失魂落魄的背影。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个拖累。你们母子一条心，我治不治腿也不重要。7年了，他每次都用这招道德绑架，把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受害者，让他和念安充满愧疚。可这次苏婉累了，他拉住要去追林莫成的念安，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你没错，是妈妈没早看清楚。等这个月工资到手，我们就走离开这里。”念安愣了愣，看着苏婉发红的眼睛，没再说话，只是默默捡起地上的碗筷，去厨房清洗。那天晚上，苏婉站在阳台，借着月光打通了小王的电话。小王是林莫成以前的特助，7年前林莫成破产后，就和他们断了联系。电话接通后，小王的声音带着哭腔，还很战战兢兢：“苏婉姐，您找我有事吗？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可我实在不能说。林总他当年威胁我，要是敢说出去，就让我全家失业。我不要你说。”苏婉打断他，手指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只要你给我能看清真相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小王犹豫了很久，沉默了将近1分钟，才小声看清真相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小王犹豫了很久，沉默了将近1分钟，才小声说：“我给您发个私人账号，您自己看，别说是我给的。”挂了电话没多久，小王就发来了一个邮箱账号和密码。苏婉登录进去，里面全是林莫成这些年的照片和消费记录，每一条都像一把刀扎在他心上。2018年，他顶着烈日去给林莫成买进口中药，走了2个小时路，省下打车钱。林莫成却带着许曼妮去了马尔代夫。照片里，他穿着沙滩裤，在海里游泳，笑得一脸灿烂。2019年，念安为了给林莫成凑针灸费，寒假在工地搬砖，冻得手生疮。林莫成却包了迪士尼的城堡，给许乐乐过6岁生日。许乐乐戴着公主皇冠，手里拿着林莫成送的黄金项链。2021年，他因为长期劳累晕倒在餐馆后厨，醒来后还想着要给林莫成做晚饭，林莫成却给许曼妮买了一套海景房，房产证上写的是许曼妮的名字，价值300多万。2023年，念安填志愿放弃航天专业时，林莫成正在给许曼妮买限量款的包包，一个包就要10几万，够念安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原来他每次说怕我们心疼不让他们陪他去治疗，都是怕被戳穿谎言。原来他说捡瓶子卖钱是把他和念安当傻子糊弄。原来他们母子7年的辛苦，在他眼里只是一场可笑的戏。苏婉的手气得发抖，手机险些掉在地上，身后传来轮椅的吱呀声，是林莫成回来了，怎么不开灯？他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温柔，还像以前一样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苏婉深吸一口气，关到手机屏幕，把手机揣进兜里，自顾不知道。苏婉深吸一口气，关到手机屏幕，把手机揣进兜里，自顾自躺到床上，背对着他。以往他会小心翼翼地把林莫成从轮椅上抬到床上，帮他擦洗换衣，给他按摩没知觉的腿。可今天他什么也不想做。林莫成蹙了蹙眉，推了推轮椅，停在床边。苏婉，你今天抽什么风？到底在闹什么脾气？没有苏婉的帮助，他佯装吃力地撑起手肘，慢慢躺到床上，语气里带着惯有的理所当然：“别闹了，行不行？我知道你累，可我也不容易，你就不能多体谅体谅我？”见苏婉没反应，他又沉下声音，带着委屈：“你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残废了？觉得我拖累你了？嫌弃？这些年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苏婉连跑跳这样的字眼都不敢提，甚至不敢在他面前穿高跟鞋，怕刺激到他。可在他眼里，他的付出竟成了能同甘不能共苦。”苏婉背对着他，枕头很快湿了一片，好在月色暗，没被林莫成察觉。他听见林莫成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偷偷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发了条微信。屏幕的光在黑暗中闪了一下，苏婉不用看也知道他是在给许曼妮发消息。迷迷糊糊间，苏婉听见林莫成凑到他耳边说：“婉婉，看在你照顾我这么久的份上，我不会亏待你的。等念安去了大学，你有的是福气享。”福气？苏婉在心里苦笑，她的福气从来就没算过他和念安。终于等到发工资这天，苏婉早早收完垃圾，领了工资3500块，被经理扣了200块卫生不合格的罚款。他攥着工资袋，想赶紧去找念安，却在酒店大堂撞见了许曼妮母女。许曼去找念安，却在酒店大堂撞见了许曼妮母女。许曼妮手里拿着刚买的奶茶，吸了一口就递给许乐乐。许乐乐抿了抿，嫌不好喝就扔在地上，奶茶洒了一地。苏婉想去捡，许曼妮却拦住她，踩着高跟鞋，居高临下的看着她，眼里满是幸灾乐祸。如意姐，好久不见啊，你怎么混成这副模样？她的视线落在苏婉扛的蛇皮袋上，语气里的轻蔑像针一样扎人。许乐乐捂着鼻子躲在许曼妮身后，大声说：“妈妈，她身上有厕所的味道，好臭，离我远点。”苏婉攥紧蛇皮袋，她不想在孩子面前发脾气，只想绕开他们。可许曼妮却故意挡住她的路，笑着说：“如意姐，你还不知道吧？当年莫成哥瘫痪，公司破产，大部分资产都转移到了海外。我和乐乐待的地方，他装瘫7年，都是为了替我们母女筹谋未来，怕被你分走财产。”每一个字都像刀子扎在苏婉心上，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刚想反驳，大堂突然传来骚动，许是母亲的直觉。苏婉心里一紧，慌忙冲过去。苏念安被一群少年堵在墙角，那些是附近餐馆老板的儿子，以前就经常抢念安捡的瓶子，现在他们把念安的蛇皮袋扔在地上，用脚踩着，瓶子被踩得嘎吱响。念安想抢回来，一个高个子少年就一拳打在他脸上，嘴角瞬间流出血来。苏念安，厕所垃圾好吃吗？高个子少年嘲讽
哄道：“以前在学校就看你不顺眼，你爸是个摊子，你也只能靠捡垃圾过活，还想上大学，别做梦了。”苏婉瞬间红了眼，像疯了一样冲过去，推开那群少年，把念安护在怀里。念安的嘴角还在流血，脸上有块淤青，却轻微发着抖，声音却很坚定：“我爸是残废，怎么了？我不偷不抢，自己打暑加工赚钱，有什么问题？你们凭什么欺负人？”苏婉看着儿子脸上的伤，又看了看地上被踩烂的瓶子，眼泪再也忍不住，她疯了般把手里的蛇皮袋倒在那群人身上，垃圾洒了他们一身。少年们嫌恶地跳开，拍着身上的灰尘，临走还喊：“两个脏东西，活该一辈子穷！”念安拉住苏婉，从怀里掏出几张沾了血的钱，那是他帮人搬砖赚的，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有5块的、10块的，还有2张100的。他把钱递给苏婉，声音带着哭腔，却很执着：“妈妈，给你，我打暑加工赚的，没被他们抢走，给爸爸治病，他快到针灸的时间了，不能耽误。”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钱，上面还沾着儿子的血，苏婉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你自己拿着，对自己好一点，他不值得你这么好，他根本就没瘫痪，他是骗子。”念安愣住了，眼泪也流了下来，却还伸手拍着苏婉的背，安慰她：“妈，你别激动，我知道你累了，等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照顾好你和爸。”他的话没说完，大堂经理就过来赶他们：“走开走开，别挡路，给林总让路。”苏婉和念安被赶到角落，看着林莫成被一群保镖簇拥着走过来，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和刚才在巷口见到的瘫痪病人判若两人。他甚至没往他们这边看一眼，就径直走进了 VIP 电梯。许曼妮跟在他身边，状似无意地看了苏婉一眼，嘴角扬起轻蔑的笑。苏婉想遮住念安的眼睛，却已经晚了。念安的脸色煞白，身体微微发抖，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妈，那个人是爸爸吗？他能走路？”苏婉抱住儿子，哽咽着点了点头：“是他。我们走下午就走去厦门，却没有他的地方。那天他们奢侈地打了辆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帮他们搬东西时，看见念安脸上的伤，还问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被人欺负了？”苏婉没敢说，只是摇了摇头。要带的东西不多，这些年他们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念安的校服还是前年的，裤脚短了一截。收拾东西时，念安把畜牧兽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那是他放弃梦想的证明，也是他7年委屈的见证。正收拾着，林莫成的电话打了过来，苏婉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深吸一口气，接了起来：“你们人呢？”林莫成的声音带着不耐烦：“针灸师说你们今天没来，是不是又在闹脾气？7年了，每个周日他们都风雨无阻陪他去针灸，每次都是念安扛着他上下楼。”苏婉提着中药包，苏婉叹了口气，声音很平静：“不会再来了。”那边顿了几秒，林莫成的声音沉了下来：“苏婉，你这些天怎么对我这么冷淡？你说实话，是不是厌了照顾我这个瘫痪病人，觉得我拖累你了？”他总想让苏婉说出厌弃的话，好把抛夫弃子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让他一辈子活在愧疚里。苏婉闭了闭眼，疲惫地说：“不是厌了，是累了，我和念安都很累，你好自为之。你们还真要走？”林莫成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你们哪来的钱挥霍？能走到哪去？离开我，你们母子俩活都活不下去，去没有你的地方哪里都好。”苏婉挂了电话，把手机关机，塞进包里。他看着念安，笑了笑：“走，我们去厦门。”念安点了点头，扛起装衣服的背包，跟在苏婉身后，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个住了7年的家。火车摇摇晃晃到厦门时，正是傍晚，夕阳把海面染成了金色。远处的轮渡鸣笛，声音在海面上飘得很远。苏婉牵着念安的手，走在沙滩上，沙子软软的，踩着很舒服。念安以前总说不喜欢海边，说海水会把鞋子弄湿。其实苏婉知道，他是怕花钱去海边要坐公交，还要买水，他舍不得。可现在他踩在沙滩上，嘴角的笑藏都藏不住，还弯腰捡了个贝壳，递给苏婉：“妈，你看这个贝壳好漂亮。”苏婉接过贝壳，摸了摸他的头：“以后想玩就玩，想喝汽水就喝，不用再省了。”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橘子味的汽水，递给念安：“这是他在火车上买的。”念安以前只喝过一次，就一直记着味道。念安接过汽水，犹豫了一下，才拧开瓶盖，喝了一口，眼睛亮了起来：“妈，是橘子味的，好好喝。”苏婉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心里暖暖的，觉得这7年的苦好像都值了。他们在厦门的老城区租了个小房子，1楼有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三角梅，开的正艳房东是个60多岁的老奶奶，人很好，知道他们母子的情况后，把房租从1500降到了1200，还说：“你们要是不嫌弃，院子里的菜你们可以摘着吃，我种了很多青菜。”苏婉找了份海鲜排档的收银工作，老板姓王，是个很实在的人，知道苏婉要供儿子上大学，还特意给他涨了200块工资，说：“你要是不介意，每天下班可以带点剩菜回家，别浪费了。”念安在一家文具店打工，每天负责整理货架，给客人找东西，1个月能赚2000块，他比以前有干劲多了。因为这次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每天下班他都会给苏婉带一枝花，而不是买的，是路边摘的小野花，他用报纸包着，怕被压坏。“妈，今天我发工资了，给你买了条裙子。”有天晚上，念安从包里拿出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布料很柔软，我看你好久没买新衣服了，就给你买了一条，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苏婉接过裙子，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条裙子才100多块，却是她7年来收到的第1件新衣服。她穿上裙子，在镜子前转了转，念安笑着说：“妈，你穿这条裙子真好看。”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苏婉以为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林莫成，开始新的生活，可没想到2周后林莫成会找过来。那天下午，苏婉正在排档收银，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林莫成坐在那辆磨得掉漆的轮椅上，
停在排档门口，身边还跟着个助理，手里拎着个礼品袋。苏婉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下意识想躲，可林莫成已经看见了他，推着轮椅走了进来。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林莫成的语气带着不耐烦，抓着头发，装作很疲惫的样子。都快2周了。林莫成的语气带着不耐烦，抓着头发，装作很疲惫的样子。都快2周了还没玩够，我一个病号在家怎么活？没人给我做饭，没人帮我擦腿，你们就这么狠心？苏婉冷笑一声，放下手里的扫码枪，走到他面前。你的活法多种多样，有许曼妮照顾你，还有助理帮你，跟我们母子无关，请你离开，别影响我工作。苏婉，你别给脸不要脸。林莫成的脸色沉了下来，我都上门来接你了，你还不满意？你是真嫌我拖累你7年了？见苏婉油盐不进，他又转向刚下班过来的苏念安，语气软了下来。念安，你不就是想要手机吗？爸给你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你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都18岁了，还带着你妈妈离家出走，他糊涂你也糊涂，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孝？苏念安的脸色很沉静，双手攥得很紧，指尖发白。他走到苏婉身边，挡在她身前，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我们不会跟你回去的，你走吧。林莫成没想到念安会这么说，愣了一下，又开始装可怜，说到底你们就是嫌我残废，嫌我拖累，可难道是我想这样的吗？我也想站起来，也想给你们好日子过，可我没办法。他说着还抹了抹眼睛，装作在哭。苏婉和念安对视一眼，都觉得无语。念安拉开排档的门，做了个请的手势，你走吧，我们不想再看见你。林莫成还想再说什么，苏婉却从收银台下面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兜到他腿上，我们离婚吧，签字，从此我们两不相欠。林莫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拿起离婚协议书，翻了几页，手开始发抖。苏婉，你什么意思？协议书翻了几页，手开始发抖。苏婉，你什么意思？我都上门来接你了，你还不满意？你是真要跟我离婚？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抛夫弃子，掏空家底给你治了7年腿，怎么就好不了呢？苏婉看着他的轮椅，眼神里满是嘲讽。还有你一个坐轮椅的，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楼下躲着的助理，你以为我没看见？林莫成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尽，他猛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指着苏婉，声音带着愤怒和慌乱：你怎么知道的？谁多嘴告诉你的？我明明已经封住所有人的口了。小王是不是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苏婉拾起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一支笔，签字吧，你装了7年也该累了。林莫成看着协议书，又看了看苏婉坚定的眼神，嘴唇动了动，还想劝婉婉，只要你和儿子回家，这协议就当没看见。我不装了，我们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买大房子，给念安最好的教育，好不好？苏婉没再听，直接转身走进收银台，拿起扫码枪，对着客人的手机扫了一下，你好，一共180块。林莫成站在原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后狠狠把协议书摔在地上，推着轮椅狼狈地离开了排档。苏念安捡起地上的协议书，递给苏婉，妈，别跟他生气，不值得。苏婉接过协议书，笑了笑，妈不生气，妈只是觉得终于可以解脱了。可林莫成并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来排档或者文具店找他们，有时装可怜，有时威胁，有时又许以好处。可苏婉和念安都不为所动，直到那天，他拉来了一个2米长的航天模型，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看着地上碎成一片的模型，林莫成的脸色很难看。苏婉抡圆了手，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声音很响，周围的邻居都惊呆了。骗子苏婉的声音带着愤怒和委屈，眼泪掉了下来。你哪来的脸指责念安？他为了你放弃航天专业，为了给你省钱，一天只吃1顿饭，冬天在工地搬砖冻得手生疮，你却带着许曼妮母女回货，你配当父亲吗？你配当丈夫吗？林莫成被打懵了，捂着脸，嘴角破了，流出一点血。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苏婉，你敢打我？你居然敢打我！我不仅敢打你，我还后悔当初没早点看清你。苏婉指着巷口，你给我滚，永远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苏念安抹了把脸上的眼泪，走到林莫成面前，声音很平静，够了，你回去吧，我和我妈都不会原谅你，你欠我们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林莫成还想说什么，可看着苏婉和念安坚定的眼神，最终还是没说出口，推着轮椅狼狈地离开了。再后来，林莫成通过律师找到了苏婉，还想挽回，律师带来了一份财产转让协议，说林莫成愿意把70%的财产转给苏婉，希望他能撤诉。苏婉之前已经起诉了林莫成欺诈，要求他赔偿7年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苏女士林总知道错了，律师坐在苏婉对面，推了推眼镜，他说男儿要穷养，以前对念安严格是为了锻炼他，现在他想弥补你们，只要你们回去，他什么都愿意给你们锻炼。苏婉冷笑一声，拿起桌上的照片，那是念安去年冬天在工地搬砖时拍的。他穿着单薄的衣服，手冻得通红，脸上还有冻疮。念安为了给林莫成攒医药费，1米7的个子瘦到90多斤，冬天在工地搬砖，一天只吃2个馒头，这叫锻炼。律师的脸色有些尴尬，没再说话。苏念安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刚买的菜。他听见律师的话，放下菜篮，走到律师面前，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不需要他的弥补，我要的未来能自己挣。我妈受的委屈也不是钱能弥补的，请你转告他，离婚协议书他必须签。
天，否则我们法庭见。律师看着苏念安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苏婉冷漠的表情，只好拿起协议，起身离开。我会把你们的意思转告给林总。律师走后，苏婉看着念安，眼泪差点掉下来。念安委屈你了，妈，我不委屈。苏念安笑着说，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对了，妈，我今天问了文具店的老板，他说可以帮我补习功课，我想重新考大学，考航天专业。苏婉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了点头，好，妈妈支持你，不管你想做什么，妈妈都支持你。没过多久，厦门刮了一场台风。那天，苏婉和念安去街道帮忙抢修，很多树被风吹倒了，还有些房屋漏水。他们跟着志愿者一起扛沙袋、清理树枝。苏婉扛着沙袋，肩膀被累得发红，汗水浸湿了衣服。念安帮她擦了擦汗，说：“妈，歇会儿吧，别累着了。没事，妈还有力气。”苏婉笑了笑，刚想继续扛沙袋，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林默成推着轮椅出现在街道口，手里还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他推开人群，走到苏婉面前，声音带着颤抖：“苏婉，我们谈谈，我签字，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们真的不能回到过去了吗？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改的，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念安，再也不骗你们了。回到过去。”苏婉把沙袋放在地上，看着林默成，眼神里满是嘲讽：“回到我每天扫厕所、洗盘子，念安捡瓶子、搬砖，供你和许曼妮母女挥霍的7年。林默成，你没有责任感，不配为夫，更不配为父。签字吧，别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了。”林默成看着苏婉冷漠的眼神，又看了看旁边的苏念安，最终还是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他的手在发抖，签完字后把协议书递给苏婉，声音带着哭腔：“婉婉，我知道错了，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我一定帮忙。”苏婉接过协议书，没看他，转身继续扛沙袋。“不用了，我们的事不用你管。”林默成还想说什么，可看着苏婉忙碌的背影，最终还是没说出口，推着轮椅慢慢离开。可谁也没想到悲剧会发生的这么突然。林默成刚走到路口，一辆失控的货车突然冲了过来，货车司机显然是慌了，猛打方向盘，可还是朝着林默成撞了过去。苏婉和念安都惊呆了，想喊林默成躲开，可已经来不及了。林默成想推着轮椅躲开，可轮椅的轮子被路边的石头卡住了，动弹不得。货车狠狠撞在他身上，他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摔在路边的积水里，血很快从他身上流出来，染红了周围的水，看起来触目惊心。货车司机从车上下来，吓得腿软瘫坐在地上，赶紧拿出手机打120。苏婉和念安跑了过去，看着躺在水里的林默成，脸色惨白。苏婉赶紧拿出手机打了120，声音带着颤抖：“喂，120吗？这里是厦门老城区的海滨路，有人被车撞了，你们快来！”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把林默成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苏婉和念安也跟着去了医院，不是因为原谅，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见死不救。手术室的灯亮了3个小时，才终于灭了。医生从里面走出来，摘下口罩，对着苏婉和念安摇了摇头：“抱歉，我们尽力了。病人的双腿粉碎性骨折，神经也受到了严重损伤，以后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苏婉和念安走进病房时，林默成正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眼睛闭着，看起来很虚弱。听见脚步声，他慢慢睁开眼睛，看见苏婉和念安，眼里瞬间有了光，挣扎着想坐起来。“婉婉，念安，你们是不是原谅我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们了，我会好好跟你们过日子。”苏婉把之前那辆磨得掉漆的轮椅放在床边，声音很平静：“我们只是来看看你，以后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们会按时给你打抚养费，其他的我们也帮不了你。”林默成想抓住苏婉的手，可苏婉躲开了，他的手僵在半空，眼里的光慢慢暗了下去，眼泪掉了下来。“婉婉，我知道我错。”他的手僵在半空，眼里的光慢慢暗了下去，眼泪掉了下来。“婉婉，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苏念安走到床边，看着林默成，声音很平静：“你以后好好生活，别再骗别人了，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吧。”说完，苏念安拉着苏婉的手，转身离开了病房。出医院的时候，他们撞见了被警察压着的许曼妮。许曼妮的头发很乱，衣服也破了，脸上还有抓痕。他看见苏婉，突然疯了般挣扎起来，对着苏婉吼：“都是你！要是你早点离婚，林默成就不会转移资产，我也不会没钱还欠款，更不会撞人，都是你的错！”警察按住许曼妮，把她押上警车。许曼妮还在喊，声音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街道尽头。苏婉看着警车离开，心里很平静。她知道许曼妮的结局是她自己选的。苏婉和念安走在海边，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带着海的气息。“妈！”苏念安突然开口：“我决定了，明年重新参加高考，考航天专业。文具店的老板已经答应帮我补习了，他以前是高中老师。”苏婉笑着点了点头，伸手摸了摸念安的头：“好，妈妈支持你，不管你考多少次，妈妈都陪你。妈，谢谢你。”苏念安抱住苏婉，声音带着哽咽：“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傻孩子。”苏婉笑着说：“只要我们母子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远处的轮渡鸣笛声音在海面上飘得很远，夕阳慢慢落下，把海面染成了一片金色。苏婉知道这7年的骗局终于结束了，她和念安的未来会像这夕阳一样温暖而明亮。全文完。